克300城市版。坦克这个品牌的定位呢，一定是想要收割越野爱好者，但又想俘获潮流都市的心，所以呢，城市版应运而生了。城市版是在7月24号正式发布，售价的话是从20万起，要与之前的版本来讲会高出多少钱的价格呢？我觉得还是值得小小期待的。大家也可以现在去想一下，把你们认为的价格打在公屏上，我们做一波简单的小小的互动。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增添了2个颜色，一个这个牛油果绿，还有一个是冰莓粉。用官方的话来称，一个叫做种草绿，一个叫颜值粉。相较于普通的颜色来讲，这2个颜色的制造成本以及难度会更大一些。很巧的是，这个牛油绿跟我今天指甲的颜色非常的像，这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颜色，在这个程度上其实已经俘获了很多女生的芳心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重点，就是这辆车它到底有哪些变化。比如说，首先城市版它进行了一个车身同色的配色，尤其是在它轮眉和后视镜这里非常的明显。之前这里都是黑颜色的，在这里它有一个黑色的贴上去的一个这个黑颜色的贴纸，让它整个会更加的酷一些。包括它的车标以及它的车钥匙上面也换上了坦克的 logo。在开启车门的时候，它的自动踏板也会自动伸缩，像我们女生嘛可能会买这辆车多一些，有着高跟鞋也可以更加方便的去上下车了。而在它的内饰方面呢，它增添了更多的氛围灯的颜色可以进行选择，并且如果是牛油果的绿，它这个内饰里面它的座椅呀，包括它的中控区域都搭载了相同颜色进行点缀，这一点算是一个小的细节部分吧。整个它在舒适性配置增加了360度的全景影像以及 L2 加级别的辅助驾驶，在 NVH 上也是下了一些功夫，比如说前排有这个双层的玻璃。来到车的后方，它是一个整体式的一体式开门方式，摁一下这里，就打开了。打开方式很讨巧，但是车门会有一点重，它的备胎呢依旧是放在了后门这里。打开以后，整个的后备箱空间非常的方正，里面有很多实用性的，比如说各种的挂钩啊、充电电源啊。这里是一个小板子，它拿下来可以当一个小桌子使用。打开以后，里面还有这个支小桌子的支架。虽然是城市版，但是依旧保持了越野版那种让你有一颗户外躁动的心。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想的挺到位的。预定的时候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一些选配方式进行选择，价格也是公开透明的。现在如果你要订这辆城市版的话，大概应该年底才能够拿到实车。好了，我们现在把门关上。有一个小问题如果你拿东西很重，你得把你的东西放到一边再去关门，因为这个门必须是手动才可以关闭的，而且还有一点小小的重量。后面整个的一个地板呢非常的平，给你的腿部也提供了充足的空间。1个、2个、3个、4个，这个车的把手还真的挺多的，在户外的一些野路上的时候，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它的空调出风口这块，它可以在后面左右去闭合它，给后面有一个多余的选择，哪怕前面需要开空调，后面可以实时的去关闭它的一个状态。第二就是在它的充电口这里还给了一个小盖儿。现在我们终于把坦克300城市版这辆车开起来了。因为我是第一次开这辆车，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更细一些的感受。因为这个绿颜色的配色，从外观也好，还是内饰的这种扑面而来，有一种莫名的清新感，就会觉得心情很舒服。虽然是城市版的 SUV， 但是它依旧跟越野版的内饰里面基本上一致的，所以呢，像这个扶手还依旧存在。我们上车的时候可以去搭把手，包括副驾驶那里也有一个可以让副驾驶去搭手的地方。副驾驶那儿有一个小挂钩，很有仪式感。不需要的时候摁一下进去了，需要的时候它就可以慢慢的出来了。我左边也有一个，摁一下就可以出来放我们的零钱卡包的地方，不需要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小盒子。我们先看前面的这个双联屏幕，它在这个帽檐的遮挡下，会让在阳光强烈的时候也依旧很清楚。它是一个触控屏的。说2个小点吧，第一个是当时我第一次去寻找它的空调按键的时候，找了好久，发现在最上方一个很隐秘的地方。第二就是在我下方有一些按键去触碰它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卡手。那在我正前方的仪表盘处呢，会有一些小的信息点的提示，比如说油耗信息。在我不同的这种油门深踩浅踩的时候，它会给你这个油耗的高低提示。我觉得这个点挺生活化的如果你是很在意一辆车的这种油耗情况然后想省油尤其是在城市 SUV 去运用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还挺贴心的。方向盘是非常大非常圆的，好处就是摸起来很舒服，但是你会发现后面的挡把就
挡得非常的严实，基本上都看不到了。有一个无线充电，也是城市版增添的。接下来我们主要还是来聊一下这辆车驾驶起来的一个感受。2.0T 的发动机搭载的是8AT 的采埃孚变速器，这个最大扭矩达到了387牛米，我觉得整个2.0T 发动机肯定是够用的。然后方向盘的转向它是可以进行调节的，比如说轻松啊，然后包括运动啊，所以其实在调节的时候它还会有一定的差别，尤其是现在轻松的状态下是非常轻盈的一个状态。非承载式车身，悬架方面是一个前双叉臂独立悬架，后整体调的非独立悬架。我觉得其实它的调教还是有一点点的偏向于硬的状态，所以我会觉得整体性还蛮强的。但是我们的摄像老师会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的晃，有一点软。我觉得开过坦克300越野版的朋友呢，也可以把你们自己开完这辆车的一个整体感受打在公屏上，跟我们去进行分享一下。这辆车其实是有它自己的 A B 面的 ，A 面就是有一种越野的调性，有一种这种铁汉的外表在里面，而它的 B 面就是它的那一股柔情，希望给你传递一种更精致美好的生活理念。虽然车看起来方方正正挺大的，但是它开起来很容易，而且它的视野很好，大的后视镜，然后包括左右两边的这个空间感，你就会觉得驾驶起来很轻松。然后其次就是整个它的一个车内的组装工艺还是比较精致的，它的发动机在我们，你看，使劲踩油门及加速的时候，那种闷闷的声音，然后并不是很吵。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在工艺方面的进步，也是为了营造这辆车对于城市 SUV 这个定位来讲更加舒适性的一种体现吧。很快。